炽热的金属风暴与爆炸的火光瞬间吞噬了苏安邦和苏无忌的身影。至于奄奄一息的钱德勒，看起来更是逃无可逃。泥土被掀起，碎石如同弹片般击射，锈蚀的钢铁构件在狂暴的冲击下扭曲断裂，四散纷飞。浓烟混合着刺鼻的硝烟味冲天而起，瞬间将这片废弃厂区化作了灼热的地狱。显然敌人早有准备，说不定早就锁定了钱德勒的位置，要将这个不安定因素连同可能的知情者直接彻底从世界上抹去。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苏家兄弟展现出了堪称恐怖的战场本能与血脉相连的默契。几乎在加特林那标志性的撕裂声响起的一瞬，苏安邦已然动了。他没有选择后退，而是如同猎豹般向前猛扑，强有力的手臂一把揽住苏无忌的腰，而苏无忌也已经借着前冲的势头，一只手闪电般的探出，精准地抓起钱德勒的脚踝，试图将这个关键人证一并拖走。三人如同离弦之箭，冲向不远处一个半塌库棚下的车辆检修坑。然而灭口者的决心远超想象，轰轰轰，数发火箭弹带着死亡的尖啸，几乎不分先后地砸落在他们刚才的立足点及周边区域。火球腾空而起，狂暴的冲击波如同无形的海啸，向四周疯狂扩散，汹涌激荡。苏安邦正拉着老弟狂奔，他已经调集力量护住了后背，但此刻仍旧觉得像是被高速行驶的卡车狠狠撞中，五脏六腑都受到了重击，喉头顿时一甜，一股血腥的气味涌上来，充满了口腔。但他死死咬住牙关，凭借远超常人的强悍体魄，硬生生顶着足以让普通人内脏破裂的冲击，拖着苏无忌和钱德勒三人一起狼狈却及时地滚入了那相对坚固的混凝土检修坑内。砰！三人的身体重重撞在坑壁上，几乎在他们滚入坑道的同时，更加密集的弹雨和火箭弹如同离地一般，将他们原先所在的区域及周边再次狠狠离了一遍。剧烈的爆炸几乎将那一片区域彻底夷为平地，所有的金属废料皆是被无情撕碎，然后生生震上高空。周遭充斥着浓烈刺鼻的硝烟味，让人窒息。1分钟后，这场攻击熄火了，加特林和火箭筒的弹药储备似乎也到了极限了。看似1分钟的时间很短，但是这是足以毁灭一切的60秒。听到苏安邦咳嗽了好几声，苏无忌立刻急切地问道：哥，你的情况怎么样？在爆炸发生的时候，他被苏安邦护在身前，承受的冲击最小。事实上，苏无忌现在身手了得，苏安邦本来根本不用这么保护他，但从小到大他习惯了。小时候，每当这个不着调的弟弟惹了祸，眼看着要被众人群殴，苏安邦也是抱起他就跑。和现在一样，我没事。苏安邦的声音有些沉闷，显然硬抗冲击波并不好受。他抹了一把从嘴角溢出的血丝，这才松开了苏无忌，随后回头看向被拖进来的钱德勒。然而映入眼帘的情形让兄弟二人的心同时一沉。此时钱德勒双目圆睁，瞳孔已经涣散无光，他的胸膛位置已是一片血肉模糊。在爆炸的时候，一枚致命的弹片击穿了他的心脏。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非洲秃鹫，终究没能逃过被幕后黑手清洗的命运。
在吐露部分秘密后，如同无用的垃圾般被彻底销毁在这片他曾经掌控的土地上。死透了。苏安邦探了探他的颈动脉，声音沉凝。关键证人死了，很多线索就此中断。不过苏无忌并没有多么沮丧，眼中反而闪过了一抹锐利的光。他遇事喜欢往好的方向看。钱德勒死掉了，很多姑娘就不会再因此而遭殃。而那站在幕后的敌人之所以用这么激烈的手段来报复，那么更是可以说明，苏无忌距离扼住他们的咽喉已经很近很近了，近到了足以让那些所谓的大人物们感觉到恐惧。最终的真相或许已经近在咫尺了。这次来的是训练有素的专业队伍，敢在米国的地界上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一定是那位莫里森议员干的。苏无忌说道。苏安邦简单地搜了一下钱德勒的衣服，并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看了老弟一眼，眼光冷冽。是突围还是反杀？苏无忌咧嘴一笑。哥，你的战斗经验丰富，遇到这种事儿我得听你的啊。话虽如此，他的手在腰间一抹，紫色软剑已经握在了手中，剑锋微颤，杀意凛然。毫无疑问，这个动作已经说明了他的态度了。苏安邦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冷冽的光芒，微微颔首说道：和我想的一样。说着，他的手腕一震，四棱军刺已然握在掌心，冰冷的棱刃反射着不远处的火光。苏安邦的眼神简直像是在黑暗中寻觅猎物的鹰隼。轰炸结束，便是清扫战场之时，对于那些厉害的猎手而言，这也是反击的最佳时机。与此同时，佛罗里达近海，一艘巨大的豪华游艇如同幽灵般漂浮在月光粼粼的海面上。游艇顶层的奢华卧室里，一个看起来60岁左右的男人，穿着白色睡袍，头发一丝不苟地梳着，正端着一杯红酒，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眺望着铺满了月光的海面。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看起来很平静。可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他的眼底深处隐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躁。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无声地走进来，他看起来一副管家模样，微微躬身，低声道：先生，那边传来消息，行动已经开始，大规模火力覆盖，确保清除。睡袍男人轻轻晃动着酒杯，血红色的液体在杯中旋转着。他沉声说道：确认目标死亡了吗？现场爆炸和火力很猛烈，他们生存几率极低。执行任务的是天狼星小队，在清除目标方面，他们从未出过岔子。仅仅是火力覆盖还不够，我要100%确定钱德勒变成一具无法开口的尸体。睡袍男人的声音带着一丝阴冷。现在轰炸结束，天狼星小队已经开始搜索现场，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传回来了。管家回答道：钱德勒那个自大的蠢货知道的太多了。睡袍男人抿了一口酒，眼神阴鸷。本来还想留着他多办点事，可惜这些年来他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了。就算是我不动手杀了他，他也得死在孤隼的手里，我只是提前帮他解脱罢了。那管家说道：先生，如果孤隼这次也被炸死，那华夏方面恐怕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可能会有点麻烦。麻烦？睡袍男人冷哼一声，带着一股政客特有的冷酷。让当地警局和 FBI 分局里的自己人去处理现场，把这件事定性为黑帮火并，或者境外恐怖分子的袭击。总之，理由你们自己想。
把水搅得再混一些。是先生，可是就怕华夏方面不信这套说辞。他们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证据和官方结论。只要抓不到确切的把柄，就波及不到我头上。睡袍男人摆了摆手，显得并不在意。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另外，立刻启动备用方案。关于那个宋之瑜，既然钱德勒今天死定了，就让蝮蛇在华夏的暗线动起来，想办法把他带出境，找到他身上的钥匙，绝对不能落在别人手里，尤其是不能落在其他派系的人手里。他把其他派系这个词咬得很重。明白，我立刻去安排。管家躬身退下。这睡袍男人走到书桌前，打开一个隐藏的暗格，里面放着一部没有任何标识的卫星电话。他的手指在电话上停留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忌惮，最终还是收了回来。宋鹤鸣，宋之瑜。他低声咀嚼着这个名字，脸上掠过一丝深深的复杂之意，但这一抹复杂随即又被更强烈的野心所取代。睡袍男人低声自言自语：只要拿到钥匙，打开那扇门，我就能获得真正的力量，摆脱你们的控制，成为新的摆渡人，甚至是未来的黑暗世界之王。到时候什么冥王、太阳神都会被我踩在脚下。而就在他眼睛里的野心之火熊熊燃烧的时候，管家重又进来了，表情之中明显带着难以置信的慌张惊惧。怎么了？睡袍男人皱着眉头问道。显然管家这副表情让他的心情随之大受影响。管家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声音之中带着明显的颤抖，艰难地汇报道：天狼星小队全军覆没了。什么？睡袍男人手中的酒杯猛地一颤，殷红的酒液泼洒出来，把他洁白的睡袍染红了一大片。他脸上的从容和野心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扭曲的震惊与暴怒。全军覆没？这怎么可能？天狼星是三角洲退役队员组成的精英，对方只有2个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看了一眼手表，又吼道：距离火力覆盖结束才过去5分钟。天狼星小队已经全军覆没了。在这一片区域里还能站着的人，只有苏安邦和苏无忌兄弟2个了。一个手里拿着绷直了的紫色长剑，紫光流转，如梦似幻；一个握着反射着乌光的4棱军刺，作战服上血气微消。2人的身上已经被鲜血染透，脊梁却依旧笔直。那挺拔的身姿就像是2株不屈的青竹，在这充满了血腥气和硝烟味的夜色中凛然向天。哥和你并肩作战真是爽啊！苏无忌只觉得心中无比痛快，咧嘴一笑，抬手抹去额头上的汗水。结果他这一下把自己脸上的血污都抹开了一大片，弄了个颇为滑稽的大花脸。苏安邦的语气中透着清晰的赞许，说道：你的水平进展不小，要是老爸看到了，肯定得好好表扬你。随后他像是想到了什么，眼睛里流露出了一抹向往之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和老爸一起并肩作战。苏无忌说道：还和那老登并肩作战干啥？依我看，咱们兄弟几个联起手来，说不定能干过他。想都别想。苏安邦一下子就猜到老弟要说什么，笑道：我可不想被虐。天狼星小队20个精锐的退役士兵，此刻已经变成了20具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这片厂区里。
他们本来是准备进来打扫战场，搜索钱德勒和孤隼的尸体，却没想到被苏家两兄弟杀了个措手不及。这两人的身形犹如鬼魅和闪电，冲进了天狼星小队的搜索阵型里，直接展开了最凶狠的攻击。双方交战初始，起码有4个佣兵们都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呢，胸前便多了一道致命的贯穿伤了。接下来，苏安邦和苏无忌连眼神交流都不用，便默契地把战场划分成了2半。苏无忌以1敌8，全力爆发，用紫色长剑挥出了天星刀法，剑光四射，如狂风骤雨。在他的面前，那些曾经出自特种部队的精锐们几乎没有一合之将，就连实力最强的敌人也没支撑过3招。然而，当苏无忌解决掉所有的敌人，收剑而立的时候，却发现强大的孤隼早已经结束了战斗，站在一旁围观了。他这状态，仿佛刚才那场以1敌8的厮杀，不过是随手掸去身上的些许灰尘而已。看着老哥手里的那把4棱军刺，苏无忌说道：“哥，你这是得了老登的真传啊，这么快？”苏安邦挑了挑眉毛：“你这夸奖，我怎么听起来觉得不太像什么好话？”找个地方咱们洗个澡，然后带你见识一下迈阿密的风情。苏无忌咧嘴一笑，说道：“佛罗里达的脱什么舞很有名的，要不是华夏的法规所限，我都想把这项目引进到皇后酒吧，保准火得一塌糊涂。”苏安邦笑着说道：“要是老爸知道你的想法，肯定得动手打你屁股。”随后他看向老弟，笑容收起，表情之中多了些认真。钱德勒说起的那个符号，你见过是吗？之前钱德勒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问苏无忌有没有在杰弗里的办公室里见过什么符号或者标志，而那符号的图案是一只用锁链缠绕住的眼睛。当时苏无忌直接说他没见过，但是苏安邦对老弟实在是太了解了，他一眼看穿，老弟必然见过这个意味着被诅咒标记的符号。见过。苏无忌收敛了玩笑神色，就在他抽屉里啊。即便知道老弟的心理素质很强大，但苏安邦还是有些担心此事会影响到弟弟的心理状态。那玩意的出现应该不是针对你的，而是针对的杰弗里。苏无忌说道：“其实在钱德勒提起这东西的时候，我就把当时闯进国会大厦弄死杰弗里的全过程回想了一遍。我那时是随性而为，想到哪就干到哪，所以那个标志即便提前出现，也绝对不是冲着我的。”苏安邦说道：“更何况，如果这种事情真的那么邪乎，世界早就被他们统治了。”说话间，远处的公路上突然亮起一片刺眼的红蓝警灯，尖锐的警笛声由远及近，划破了夜空的寂静。紧接着，数架警用直升机的轰鸣声传来，探照灯如同巨大的光柱，在厂区内来回扫视，最终牢牢锁定了苏安邦与苏无忌的位置。放下武器，双手抱头。扩音器里传来严厉的喊话声，数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从警车里冲出，将两人团团围住，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们。苏无忌冷冷一笑，嘲讽地说道：“刚刚杀了那么多雇佣兵，可惜了，又来了那么多不开眼的，真以为你们穿着这身衣服，我就不方便动手了？”放下武器！为首的警察吼道。苏无忌的手在腰间一扣，紫色软剑便变成了腰带，而苏安邦的手腕一震，能收缩的4棱军刺也被收了起来。放下武器，而不是收起武器，
这时候，一个看起来瘦削干练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他并没有穿警服，而是穿着一身黑色西装，脖子前挂着 FBI 的探员证件。不，确切地说，那是一张联邦调查局的特殊身份卡，职位一栏清晰地印着高级顾问。我是 FBI 高级顾问鲍里斯。这个中年男人说道。我怀疑你们有颠覆米国的嫌疑，必须跟我回去接受调查。苏无忌呵呵一笑，伸手入怀道：巧了，同样的证件我也有一张。说着，他亮了亮自己的高级顾问证件。看着苏无忌的身份卡，那个鲍里斯的脸色微微变了变，眉头也是狠狠一皱。他随后咬了咬牙，说道：我不知道总局为什么会给你发这样的证件，但是我知道的是，我拥有这高级顾问的身份，比你早了10年。苏无忌嘲讽地说道：即便早了10年，你我也是同级，你想抓我？且不说你的身份存疑。鲍里斯指了指那些穿着战术装备的尸体，说道：这满地的尸体就是证据。我是资深刑侦专家，只看上一眼就确定这些人身上的致命伤口和你们2人的武器是完全吻合的。呵呵，你怎么不问问这里为什么会被炸成这个样子？苏无忌冷笑着说道。鲍里斯冷冷说道：我当然会问，但不是现在，而是你跟我回了审讯室之后。苏无忌的手放在腰间，这一支佣兵队伍都没能留得下我，你觉得以这些警察手里的枪能翻出多大的浪花来？苏安邦没吭声，只是默默地站在了弟弟的身边，眼神锐利如刀，身上的杀意已经渐渐凛冽了起来。那个名为鲍里斯的高级顾问见状，面色微变，不禁往后退了一步。这2个年轻人给他的感觉实在是太危险了，就像是2把出鞘的利剑，连大名鼎鼎的天狼星小队都全军覆没。鲍里斯可不会和他们硬碰硬。他退到了一群举着手枪的探员中间，说道：来给这2个华夏人看看，我到底能翻出什么浪花来。苏无忌刚想开口，却瞥见人群后方的景象，脸色骤然一沉。只见之前与他们有过交集的几名佛罗里达分局探员，此刻皆是双手被反铐在身后，被蒙面警察押下了车。正是普雷斯顿局长、资深探员艾莱妮，还有那个漂亮的年轻女探员艾玛。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苏无忌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很显然，这绝非简单的现场调查，而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围捕。而敌人的效率居然高到了这种程度，事前的准备明显非常充分。然而普雷斯顿等3人的嘴巴都被黑色胶带缠住了，根本开不了口。一向性子刚正的艾玛对苏无忌摇了摇头，用眼神示意不要管我们。与此同时，鲍里斯挥了挥手，于是几个拿着相机的警察已经开始给现场的每一具尸体拍照了。苏无忌的声音冷冷说道：在米国某些人还真是无法无天啊。鲍里斯说道：无法无天的是你，到了明天，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都会公布这些照片，到时候所有人都知道，2名华夏人在佛罗里达大肆屠杀米国退伍军人，你们的行为将会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行径。苏无忌抬手指着普雷斯顿和2名女探员，声音之中似乎没有任何情绪，道：放了他们。鲍里斯面无表情说道：可以，你跟我们走，我就放了你的这几个朋友。苏无忌冷冷说道：你真以为我带不走他们？苏安邦淡淡一笑，
他就喜欢陪着老弟无法无天，手掌中的4棱军刺随时能够弹射出来。鲍丽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压下眼睛深处的忌惮，随后咬着牙说道：你要知道，如果我死了，如果这些穿着制服的警察们也死了，那么你们就会被米国追杀到天涯海角，而这正是我想看到的事情。苏无忌盯着鲍丽斯说道：那我可要动手了，这是最后通牒。随着他这句话一出，在场的警察们瞬间紧绷了起来，放在扳机上的手似乎随时都能够压下去。鲍丽斯莫名觉得心中有些不安，他说道：信不信，当你离开原地的那一瞬间，你和你的兄弟就会被打成马蜂窝。顿了顿，他又补充了一句：而这是我的职责与权利。然而话音未落，鲍丽斯腰间的手机便已经响了起来。看了看号码，这位高级顾问随之一怔，因为这个电话是来自于总局长的办公室。鲍丽斯的心一下子忐忑了起来，毕竟今天晚上的事情，他可是瞒着总局长擅自行动的。犹豫了一下，鲍丽斯还是选择接通了电话，开口说道：局长先生，我正在。然而电话那端却传来暴怒的骂声：鲍里斯，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这2个年轻人是格丽斯小姐的儿子，你有几个脑袋，敢动他们？鲍丽斯举着电话，感觉整个世界的声响都在一瞬间消失了。他怀疑自己的耳朵出现了幻听，又不确定地盯着屏幕看了看，可屏幕上那串来自联邦调查总部的号码却无比真实地灼痛着他的眼睛。格丽斯小姐。鲍丽斯的声音干涩到了极点，其中带着无比艰难的意味，问道：局长先生，您指的是哪位格丽斯？混账，全米国还有几个格丽斯？你告诉我还有谁？电话那头总局长的咆哮几乎要震碎听筒，每一个字都裹挟着滔天怒火。鲍丽斯得到了确定的答案，心中的最后一丝侥幸消失，面色彻底变得煞白。来自费茨克洛家族的格丽斯，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因为迄今为止，在米国的历史上，这是第一个，并且是唯一的一个女总统，而且就任之时打破了总统最年轻的记录。现在看来，往后若干年，这个夸张的记录也很难被打破。她是全米国，甚至全世界无数年轻女性的偶像。关于格丽斯以黑马之姿入主那座白色宫殿，坊间众说纷纭，各种版本的传闻极多，其中甚至不乏一些香艳离奇的绯色传闻。但是他的功绩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无人可以否认。格丽斯在任的那2届任期里，是米国与华夏关系最友好的时期，是双边合作次数最频繁的时期。确切地说，就是毫无争议、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在这一段和谐共处的期间里，两国在经济、科技领域的合作达到顶峰，双边的发展速度进一步的提速，两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都很高。虽然格丽斯已经退出了政坛近20年，也无人敢质疑他在党内乃至整个米国上层建筑中那盘根错节的影响力。更令人称奇的是，前段时日他被狗仔队在度假胜地拍到，容颜近似冻龄一般，依旧保持着30岁左右的风采，仿佛岁月对他格外宽容。局长先生。鲍丽斯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看了看面前2个气定神闲的华夏年轻人，随后咬了咬牙，试图再挣扎一下，
这2个华夏人涉嫌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甚至有颠覆米国政权的嫌疑。我有权利也有义务去制止他们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因为我是 FBI 的高级顾问。你现在不是了。局长的声音简直能震破鲍里斯的耳膜。鲍里斯感觉到一阵眩晕，他深吸了一口气，道：局长先生，我是莫里森议员的。局长在那边气得大喊道：什么议员都没用，你这个蠢货，到现在还不明白格丽斯这个名字代表着怎样的意义吗？现在立刻向那2位少爷道歉，然后你给我滚回总局来接受惩罚。然而鲍里斯想着此事极有可能引发的后果，一咬牙，心一横，决定硬扛到底，说道：局长先生，莫里森议员，这也是在为了米国的国家安全着想，我希望你能慎重考虑。去他妈的莫里森议员！总局长看到无论如何都说不通，彻底口不择言，怒吼道：在格丽斯小姐面前，她算是个什么东西？我最后警告你一次，立刻向那2位少爷道歉，然后滚回来听候发落，否则怎样？鲍里斯下意识地反问，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来，犹如一只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攥住了他的心脏。否则你将面临的是叛国罪的调查。叛国罪？不至于吧？鲍里斯还在嘴硬。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站在米国的立场上。总局长声音冰冷，一字一句都带着仿佛来自于极地的寒意，道：鲍里斯，你以为你私下里为莫里森做的那些肮脏勾当没人知道？你以为动用天狼星佣兵小队这种非法武装进行灭口能瞒过所有人的眼睛？鲍里斯，你当我这个总局长是傻子吗？靠！鲍里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的面色惨白如纸，额头上的冷汗涔涔而下，越擦越多，而握着手机的那只手已经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和莫里森议员都严重地低估了那2个华夏年轻人的背景。当叛国罪这3个字一出来之后，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施压，而是要将他和他背后的势力连根拔起，永绝后患。总局长吼道：你和你背后的人这次踢到的是钛合金钢板，要么现在道歉然后回来接受调查，要么你就直接死在佛罗里达，该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其余的警察和探员们都等在原地，等着这里的最高指挥鲍里斯下命令。他们虽然还都握着枪，但手指已经从扳机上移开了，表情也没那么严肃和坚决了。而那几架警用直升机也已经降落在地，不再维持低空压迫。傻子也能看出来此刻的情形不对。之前态度强硬至极的鲍里斯，此刻就像是发了高烧一样，整个人不断晃着，显得非常虚浮，怕是都要站不稳了。而分局长普雷斯顿以及艾玛和艾莱妮2位女探员，眼神却越来越亮。他们本来以为自己都已经卷入了高层派系的斗争之中，说不定会被当作炮灰一样波及，却没想到事情竟然迎来了这样的反转。旁边的警察见到情况不对劲，已经很有眼色地把他们嘴巴上的胶带撕掉了。撕胶带的动作很轻，一点都不疼呢。艾玛用肩膀碰了碰艾莱妮，小声说道：艾莱妮姐姐，他好帅哦。艾莱妮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年轻漂亮的同事一眼，随后微笑着说道：你们年纪差不多，你不如试试和他。艾玛眨眼一笑：我也不知道他的口味，说不定他喜欢比我大的呢。艾莱妮以为对方说的是年纪，刚想表示无语，
结果却看到艾玛的眼神落到了自己的胸口上。海莱尼姐姐，你这可真是让人羡慕，天赋异禀。艾莱尼面无表情地说道：这有什么好？增加负重，影响行动，甚至会增大子弹的命中面积。顿了顿，他看了看艾玛，我倒是羡慕你这种匀称的身材。而一旁的鲍里斯可完全没有任何调侃的心情，这家伙想着接下来可能会落到自己头上的狂风骤雨，已经是面如土色，就连嘴唇都显得无比苍白。然而就在这时，一阵低沉有力的轰鸣声已经自远空出现，迅速的由远及近。不是警用直升机，那声音更浑厚，更充满压迫感。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仰头看向远空。很快，5架通体漆黑、线条凌厉的军用直升机便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中。这5架直升机呈战斗编队掠过夜空，机身上没有任何标识，却自带一股强烈的肃杀之气。他们迅速占据厂区上空的有利位置，强大的探照灯光束如同实质的光柱，将下方所有警察、探员以及鲍里斯本人牢牢锁定。滋啦滋啦，现场的公共通讯频道被全部打通，传来了电流声音。被全部接通的还有现场所有警察的对讲机。这些通讯器里同时传来一道冰冷且不容置疑的声音：这里是联邦特勤局守护者小组，依据总统安全授权法案第7条修正案，现全面接管此区域指挥权，所有人员立即解除武装，原地待命，重复立即解除武装。联邦特勤局。而这所谓的守护者小组是直接负责保护现任和前任总统以及其直系家属的力量。在场那些全副武装的警察们都惊呆了，他们面面相觑，随后在无形又沉重的压力下垂下了端着枪的手臂。紧接着，这些警察们纷纷弯下腰，把手中的武器轻轻放在地上。鲍里斯浑身僵硬，怔在原地，面如死灰。他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完蛋了。总局长所打来的这一通电话，意味着格丽斯动用了他的政治影响力，而此刻特勤局的出动，更是说明格丽斯直接动用了他作为前总统的法定核心权力。这已经彻底超出了自己所能应对的范围和极限，甚至鲍里斯相信，就算是他背后的莫里森议员在这里，也不可能有什么好办法。换而言之，这就是降维打击。在你用小拳拳捶别人胸口的时候，人家直接给你来了一发火箭炮，让你跪下，你就不能站着，要打你的脸，你就得主动把脑袋伸过去。倒是苏无忌听到了从那些对讲机里传出了特勤局的名头之后，咳嗽了2声。也不知道上面的5架飞机里有没有掉进化粪池里的老熟人。他有点底气不足地想着。就在苏无忌出神的时候，苏安邦拍了他的后背一下，然后努了努嘴，往鲍里斯的方向示意了一下。懂了。苏无忌咧嘴一笑，随后他悠哉悠哉地走上前，从浑身僵硬的鲍里斯手中轻轻抽走了那一部还在通话的手机。他对着话筒语气轻松地说道：亲爱的总局长先生，你好，我是苏无忌，谢谢您的出面帮助。那边的总局长说道：哎呀，无忌，我这也是站在正义的一方罢了。我和格丽斯小姐一直都是好朋友，你在米国有什么麻烦，尽管打我的电话。苏无忌心道：这人真假，我都不知道你的私人号码，何止他甚至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此时上方的特勤局直升机上
守护者小组的组长正隔着舷窗看着下方，自言自语：奇怪，我是不是眼花了？总觉得这个华夏青年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说话间，他还下意识地吸了吸鼻子，某些臭不可闻的味道又从记忆深处泛了起来。对了，总局长先生，我有几个佛罗里达分局的朋友此刻都被戴上了手铐，受了不少委屈。这件事情，我希望你能为他们讨回公道。苏无忌大声说道。他在打电话的时候，总觉得直升机上有目光正投向自己，于是也仰头看去。不过似乎是为了不给苏无忌打电话时制造太大的噪声，直升机迅速拉升了高度。这种熟悉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机舱里的组长揉了揉眼睛，低声自言自语：眼花了，一定是眼花了。组长，你怎么了？旁边的组员问道。没什么，没什么。这组长摇了摇头，强行把那臭到灵魂深处的回忆赶出了脑海。哪怕自己的职责是守护美利坚，可同样的经历，他可不想再来第二遍。即便只是回想起某个画面而已，他都会产生强烈的生理与心理的不适。一定是我看错了。看到下方那一道年轻挺拔的身影，组长在全力说服着自己，语气非常坚定，似乎这样说服自己，他就能压下那股汹涌而来的呕吐感。电话那端，总局长在听到了苏无忌的抱怨之后，语气立刻变得无比郑重。无忌，你放心，我一定会严肃处理此事。你的朋友们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对待和丰厚的补偿，我本人一定会给你也给格丽斯小姐一个完美的交代。似乎后半句话才是真正的重点。谁说米国不是人情社会的？苏无忌的目光从普雷斯顿等人的脸上扫过，随后很认真地说道：我觉得像普雷斯顿、艾莱尼、艾玛这样富有正义感且能力出众的人才，留在佛罗里达分局有些屈才了。他们应该直接晋升到总局，那儿才是他们真正的舞台。这倒不是在顺势争取什么，而是他真的这么想的。这几人的正义感给苏无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没问题，我立刻让秘书帮他们拟定晋升报告。总局长说道。2天之内，他们的晋升调令就会到达佛罗里达。好的，谢谢总局长先生。我也坚信您与我小妈的友谊一定密久弥坚，牢不可破。苏无忌笑着说道。他说完便挂断了电话，随手丢给了失魂落魄的鲍里斯。随后他便走向被铐住的3位朋友。旁边的警察这才彻底从震惊之中恢复了过来，手忙脚乱地掏出钥匙帮他们打开手铐。没事吧？苏无忌笑了笑问道。这3人的衣服完好，面部也没有任何淤青与伤痕，还好鲍里斯应该还没来得及折磨他们。艾玛活动了一下有些酸痛的手腕，看着这一系列戏剧性逆转的场面，望向苏无忌的目光中充满了浓浓的震撼和惊喜。他的脸一红，摇了摇头：没事。本来他是直接爽朗的性子，此刻也显得有些扭捏或不自然了。艾莱尼看似平静地活动了一下手腕，看着比自己小5、6岁的华夏青年，声音却比平时柔和了一些，说道：我也没事，谢谢你，无忌。说话的时候，这位资深女探员目光在苏无忌的脸上多停留了一瞬。普雷斯顿见状哈哈一笑，调侃道：我是没事，不过我看我们这2位漂亮的女探员可能要有点心事了。艾玛立刻瞪了局长一眼：局长先生，你在胡乱说什么呢？
这狐里虎气的样子和刚刚面对苏无忌的微微扭捏，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艾莱尼抿抿嘴，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整理了一下有些褶皱的衣服，没吭声。苏无忌可不想在这种时候搞一些风流韵事，他根本没接茬，哈哈一笑。没事就好。他随后转过身，目光重新落在面如死灰的鲍里斯身上。走到这位前高级顾问的面前，苏无忌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对方僵硬的脸颊，发出清脆的响声，语气里带着一丝戏谑之意。鲍里斯先生，现在回答我，你还愿意站在莫里森的那边吗？又是一阵强烈的眩晕感袭来，鲍里斯的身体晃了晃，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不容易才稳住身形，道：有些人我确实惹不起。苏无忌笑了一下，语气中有着明显的嘲讽之意。据说那位位高权重的议员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的党魁，甚至参与竞选总统。你能提前站在他那一边，我也是可以理解的。鲍里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其实莫里森没那么容易对付的，他的背后站着一大群人，那是一个大型利益集团。苏无忌微笑着说道：我的目标只是要打掉迈阿密蝮蛇组织而已，至于你们米国政坛如何争斗，我管不着。这句话就太巧妙了。我要打的是蝮蛇组织，所有和蝮蛇组织有关的人都得倒霉。至于他是不是政客，关我屁事。莫里森的行踪一向保密，尤其是最近，也许是嗅到了什么风声。鲍里斯浑身无力地说道：不是我不配合，是我根本不知道他人在哪里。顿了顿，他又说道：而且以莫里森的谨慎性格，根本不会留下什么证据。以米国目前的司法体系，你就算将他抓到了，审讯和定罪也是漫长的过程，最后极有可能是一场空。苏无忌呵呵一笑：所以你认为我现在抓不到他是吗？鲍里斯说道：我如果是他，现在一定不会待在米国本土。这时候特勤局的组员们已经所降而下，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求证心中的猜测，那组长竟是走在最前方，然后亲自给鲍里斯戴上了手铐。你们好。他看向两位青年，自我介绍道：我是守护者小组的一组行动组长希特尔。苏无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微笑着说道：你好，辛苦你们了。两人握了握手。至于苏安邦，则是并未走近，只是微微颔首示意，随后转身走入夜色深处，随后大步流星地消失于众人的视野中。基特尔此刻面对苏无忌，虽然也在微笑，但仔细看去，他的微笑似乎带着些许的僵硬，越是靠近越是不确定了，总觉得身形似乎有些熟悉，但是这张脸以及嗓音和记忆中并不太一样。此时的基特尔似乎忘记了，人家小苏也是会生长发育的。苏无忌问道：基特尔组长，你能够成为守护者小组的行动组长，想必战功卓著吧？基特尔倒也是很谦虚地说道：谈不上战功卓著，主要我在特勤局待了20年了，熬资历熬上去的。哦，原来如此。苏无忌随口一句试探，就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他随后接着说道：我第一次来到米国，对这里还不太熟悉。基特尔先生要是有时间，可以给我当个导游。第一次来米国。听到这句话，基特尔松了一口气，心道：看来是认错人了。于是他的笑容浓郁了起来。好的，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带苏先生感受一下米国风情。苏无忌笑道：好啊，那我要去那种男人都喜欢去的地方。
基特尔笑着说道。一定一定。苏无忌的话锋一转，那么那位莫里森议员平时都喜欢去哪里？这句话不是问向鲍里斯的，而是问向了基特尔族长。他以前应该很喜欢去天堂山。基特尔摇了摇头道。身为特勤局的行动组长，基特尔平日里专门负责保护总统及他们的家人，自然能够听说一些民间所不知道的隐秘消息。天堂山事件被曝光之后，虽然有主使者和一些参与者被曝光，但幕后的真正操盘手却始终隐身，其真实名字并未出现在聚光灯下。那现在呢？苏无忌继续问道。基特尔说道。他有4艘大型游艇，守护者小组已经前往追踪了。苏无忌咧嘴一笑。基特尔族长，我就知道，我小妈不是无缘无故派你来的。显然，格利斯那边已经采取了雷霆行动，而他所派来的这位基特尔族长，明显级别很高，知晓很多事情，能给苏无忌提供很多的帮助。一旁的鲍里斯无力地说道。莫里森身边的防御力量，比天狼星小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守护者小组要是硬碰硬，不一定能占到便宜的。苏无忌扭头看了他一眼。我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应该也去过那个臭名昭著的天堂山吧？鲍里斯的脸又白了一白。苏无忌忽然抬手，一巴掌狠狠抽在了他的脸上，将对方直接抽倒在地。说出你见过的去过天堂山的所有人。苏无忌眯了眯眼睛。银月的行刑队会一个个的找上门去。事实上，找上门的不止银月，还有姑孙。分局长普雷斯顿说道。交给我来审问吧。苏无忌说道。艾玛和艾兰妮，你们协助普雷斯顿局长10分钟之内给我名单。2个女探员干劲十足地答应了。苏无忌刚刚安排完这一切，手机便随之响了起来。一看来电，正是小庞。老板，人找到了。小庞那瓮声瓮气的声音响起来，从听筒里传来了巨大的噪声，似乎是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苏无忌咧嘴一笑。小庞，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回去给你涨工资。小庞说道。谢谢老板。格丽斯阿姨问你，是要活的还是要死的？公海的一艘货轮正在向着欧洲方向航行，一架直升机随后飞来，缓缓降落在了停机坪上。莫里森走了下来。此刻他已经换上了一身西装，甚至还带着精致的袖扣。一旁的管家也换了身装扮，穿着黑色的作战服，腰间插着2把冲锋枪。2排穿着迷彩服的士兵正在甲板上等待着。见到莫里森前来，所有的士兵齐齐立正。为首的一人说道：先生，狂狮小队已经做好战斗准备。好。莫里森说道。做好伪装和警戒，务必不能让任何人登上这艘船。是，请您放心。所有士兵齐齐应了一声，立刻散开。显然，这是一支被莫里森豢养已久的私兵。难以置信，格丽斯竟然出手干预了。进入了船舱，莫里森的表情阴沉了下来，道：现在看来，想要摆平这件事情，真的有点麻烦了。管家已经很贴心地递上来一杯水，然后打开了船舱中央的投影屏幕。先生，视频会马上开始。管家摆好了摄像头，同时帮莫里森拉开了椅子。好。莫里森喝了一口水，调整了一下心情，又揉了揉僵硬的脸部肌肉，说道：进入会议室吧。在这远程会议室里，已经有3个人在等待着了。不过只有莫里森这边是有摄像头的，
其他3人只是打开了语音，头像窗口都是黑色的，看不到对面长得是什么模样。这件事情已经变得很棘手了，莫里森，这和你手脚不干净有关。处于1号频道上的男人开口说道，这嗓音低沉中透着沉稳，显得其本身的性格非常稳重，但语气里带着些许责怪的意思。我没想到，连鲍里斯和天狼星小队都没能解决问题。莫里森面沉如水，说道，甚至整个天狼星都被那2个华夏年轻人反杀了，这是他们从未有过的失利。1号频道的男人说道，这是钱德勒的大意，是天狼星小队的大意，但归根结底是你的大意。我明白，事已至此，我并没有任何想推卸责任的意思。莫里森看了看那3个频道的黑色头像，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道，诸位先生，我们这次的敌人非同一般，我们必须制定新的策略，不能再用以往那些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了。格里斯的干儿子当然非同一般了，你知道那2个华夏年轻人的父亲是谁吗？2号频道的男人开口了，他的脾气显然没那么好，声音之中强压着怒意，仿若蕴含着雷霆风暴。莫里森，你必须给我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从格里斯总统介入之后，我就已经猜出来了。莫里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胜利的机会。那个2号频道的男人继续说道，好，那你来告诉我，生机在什么地方？那2个年轻人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他们在1小时之前死掉，和在之后死掉，对我们来说是截然不同的结果。显然，如果苏无忌和苏安邦被天狼星小队炸死，那么莫里森等人可以找出100个理由来给华夏方面交代，毕竟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但是现在他们想要把所有事情都掩盖，就近乎不可能了。那个男人已经老了，已经有20年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了。3号男人开口了，他之前一直保持着沉默，此刻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说道，纵使格里斯总统是他的亲密伙伴，但想要在米国完全扳倒我们所有人，我相信即便是格里斯的派系也会付出代价的。只是此言一出，其他人并没有表达赞同，线上会议陷入了沉默之中。1号男人说道，可是前一段时间的委内瑞拉传言太阳神殿高调亮相，就连太阳神本人也出场了，不然的话禁锢黑渊怎么会遭遇这种大溃败？听到了禁锢黑渊这个词，莫里森的眼睛里闪过了一道金光，他微微垂下眼眸，把眼睛里的光芒压下。如果事情败露，我们需要一个人来承担所有的责任。1号频道的男人开口，此言一出，全场沉默。莫里森的脸色开始变得阴晴不定，半分钟之后，他才开口说道，鲍里斯这边只知道我，并不知道你们3位，他也从未在天堂山见过你们，就算是鲍里斯在 FBI 的审讯室里吐扣了，也只能把我供出来。各位先生请放心，到时候由我来承担所有责任。莫里森平稳度过这个难关之后，我们会推举你成为党魁的。3号男人说道，这无疑是在画饼了。但在米国，能有这个能力画出这种饼的人，真的是极少极少了。好的，谢谢你们。莫里森说道，能够成为党魁，就有资格去竞选总统了。然而，这并不是莫里森的最终目标。毕竟，即便坐到了那个位置上，他也只是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已。1号频道的男人开口说道，这些年来，
你接替杰弗里的工作，真的辛苦你了。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补偿的。那得让我活得久一点，才能拿到这些所谓的补偿。莫里森摇了摇头，眼睛里凌厉的光芒一闪而过，又笑了笑，随后道：对了，有件事情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呢。另外3人不约而同地问道：什么事？莫里森的身体往椅背上一靠，拿起杯子喝了口水，随后打了个响指：带进来吧。于是穿着作战服的管家和几名全副武装的雇佣兵押着3个姑娘走了进来。这3个女孩的容貌姣好，衣服精致昂贵，显然家世非比寻常，只是她们的嘴巴被胶带封上了，眼睛里充满了无穷的惶恐之意。随着她们被带进来线上会议室里，明显传来了极为粗重的喘息声，紧接着愤怒的吼声便已经响起：混蛋，莫里森，你在干什么？该死，莫里森，你为什么绑架我的女儿？你对她做了什么？克里斯汀娜，别害怕，爸爸一定会救你的。这3个大佬的语气已经陡然急转，先前那种尽在掌握的感觉已经完全消失了。显然莫里森已经拿捏住了他的命脉。来把这3位着急的先生闭麦吧，莫里森说道。他们太吵了，只让他们听见我的声音就可以了。是，管家说道。于是线上会议室里只能听见莫里森的声音了。他们3人，年纪最大的22岁，年纪最小的18岁。莫里森说道。真是好巧，你们3位先生居然都有私生女，而且他们有2个共同点。顿了顿，莫里森加重了语气说道：年轻漂亮。显然屏幕那边早已经爆发出无穷的怒火了，然而他们被闭了麦，怒骂的声音根本传不过来。莫里森走到那个名叫克里斯汀娜的22岁女孩身边，伸出手来挑起了她的下巴，然后扭头看向了屏幕。你们现在一定很生气，但是我知道，当我答应被推出去承担责任之后，你们就会干脆利落地把我灭口了。你们所承诺的补偿，我根本不可能拿得到，我必须得采取一些对我有利的方式才可以。他搂着那瑟瑟发抖的女孩，看向屏幕上3个黑色的头像，微笑着说道：所以你们3位先生得尽全力保住我的性命。我如果要死了，我保证他们3个会受到最没有人性的折磨。顿了顿，莫里森微笑道：别忘了，迈阿密蝮蛇组织就是专门干这个的。随后他示意管家解除禁言。莫里森，我保证你会死得很惨很惨。2号频道那个暴脾气的男人吼道。哈哈。莫里森微微一笑，走回了那个克里斯汀娜的旁边，伸出手来粗暴地扯下了她的外套。我要让你看看不听我话的后果，即便你们觉得自己掌握了半个米国代，也别想掌控我。此时没了外套，那女孩的身上便只剩下了贴身的运动背心，整个人都在发着抖。而莫里斯的手已经伸向了她的胸前了。克里斯汀娜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眼泪汹涌而出。住手，我配合你。那个2号频道的男人连忙喊道：不要碰他，不要碰他。早这样不就完了？莫里森微笑着说道。我知道你们3人都在华盛顿，你们最好现在就带人去格丽斯的庄园。明天早晨我要看到这位前总统死去的消息登上《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莫里森，你疯了吗？这次轮到稳重的3号开口了。的确，刺杀格丽斯这种疯狂又离谱的事情，真是想都没想过。
莫里森微笑着说道。你在质疑我？说着，他走到了站在中间的那个女孩的旁边，直接一把扯下了她的裙子。混蛋！3号说道。你不可以动我的女儿。莫里森说道。那你就答应我的要求，不然的话，明天早晨你就会收到我和你女儿睡觉的录像了。顿了顿，他说道。对了，为了让你长长记性，我会全程在她清醒的状态下做这件事情的。莫里森，你保证我女儿的安全，你的要求我会尽量去做。3号频道的男人看似心情糟糕透顶，说完这句话，他便下线了。现在线上会议室里只有1号和2号在。他们之所以没离开，明显是在担心莫里森会对他们的女儿做些什么。两位先生，不要耽误时间了，你们应该明白自己现在需要做什么。莫里森冷笑道。然而下一秒，3号重新上线。不，确切地说，不仅是上线了，甚至连头像都已经亮起。视频信号接通了，一个雍容华贵的漂亮女人正坐在椅子上，而那位3号正被明晃晃的手铐给铐住了双手，满脸意外与颓丧地站在他的旁边。这漂亮女人看向屏幕，笑盈盈地说道：我刚刚赶到塔斯肯议员的家里，不知道有没有错过了什么精彩的片段。